踩完。换点的感觉哦。What？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兵，只是 BOV，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辆车呢，其实前几个月前呢，我已经拍过了啦，但是那个影片没有了办法上架，为什么呢？我都说过，有一次我的 hard disk 坏了，很多影片在里面卡着出不到来啦。这次呢，我再来重拍这辆车 Toyota Vios 的 E-Spec。这影片呢，又是非常感谢 Joseph， 你好。Hello。哎呀，又是第二次了啦，在影片里面出现。那今天呢，就会试驾它的 Toyota Vios E-Spec。之前呢，我其实有试驾过 Vios 的最高配 GR Sport 啦，那个反应还不错。很多人就是买车就要买，看一下最高配是怎样嘛。但是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中配的是怎么样。啊，这辆车呢，其实 AEB 那些都有啦，只是少了那个什么换挡拨片，那些小小的那些 accessory 东西，比如说没有皮革座椅啊，等等的。那这辆车呢，总共有分为 J-Spec、E-Spec、G-Spec， 还有一个 GR Sport， 所以总共有4个等级啦。为什么你会选 E-Spec 呢？便宜、经济，然后值得 CP 值高。有没有觉得手压的感觉？有。因为没有别的戏嘛，我现在给你们看就是什么叫手压。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去看看车啦 ，Let's go。其实我上次试驾这辆车的时候，这辆车是原装的，没有改过轮圈的。Joseph 呢就改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由 Rexer 的这个 rim， 黑色的轮圈带银圈的，就跑起来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轮圈有多大力嘛。那轮胎是来自 X6 的轮胎 Victra i Pro 的系列，205 45R 17寸，以前是从16换成了17寸的，两根手指的高度因为换上了 Zero One Type S 的 Sport Spring 原装的 absorber 上，排到后面这里就稍微高了一点啦，3根手指的高度也是 Zero One Type S， 因为换了这个17寸的轮圈205 45R 17，它在跑高速的时候呢，可能会太软还是怎么样，它会卡到 fender 这样子，所以 Joseph 呢也加了一个 spring buffer， 红色的看到吧，就让它没有这么软啦，就硬了一点。后面就没有刹车卡钳啦，因为要买到顶配的才会有 G-Spec 还有 GR Sport 才会有的 ，CD 就是要买到 RS 才会有刹车卡钳在后面。Vios 呢在后面这里它还有一个 cover 这些，如果你真的看过 CD 的话呢，这里是裸奔的，所以看的比较怎么那种塑料小小的钳都不要给，就很难看，就裸奔着哈。看到外观都是蛮原装的，顶上呢就粘的黑黑的啦啊！如果你们想看这个 walk around 的 video 呢，你们不妨也可以去看我之前的 GR Sport 的 walk around。最近都在下雨哈，我们经常开车人呢必须要注意一点，就是你的雨刷到底好不好啊？雨刷到了一个年龄都会退化的，尤其是我们经常暴晒这个炎热天气之下。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刚买不久的雨刷烧水不干净以外还有异响呢？或者是在下雨天的时候雨刷老化了，烧水不干净，看不到路。下雨天开车看不到路，怎么会安全呢？对了，今天我爱的人呢就要向大家介绍来自本地非常有名的 Trapor Carmet 品牌 ，Oxtra 呢就是他们品牌旗下一系列汽车配件。你注意看那个 O 跟 Trapor 的 O 啊，是不是一样呢？也许你会说雨刷不就是大同小异吗？可不是这样说的哟。这款 Oxtra Hydrophobic Wiper Blade 是采用 silicone 的材质，它能够耐高温高达250度左右，这让我们长期停在太阳底下暴晒的话呢，非常的好，所以它能够比普通的雨刷有更高的寿命，长达3倍左右，大约2年的寿命哦。除此之外，当你安装上去之后呢，在你烧水的同时间，它会产生 water repellent coating 在你的大镜上，所以你不用担心下雨的时候雨水还会粘在你的大镜上，不会掉下来啦。现在只需要129块9一对，你就可以拥有一个2年 warranty 的雨刷。我靠，你有听说过雨刷有 warranty 的没？2年 rainwater repellent hydrophobic coating 的雨刷，如果2年真的有问题的话，拿回去 claim 他们就对了吧？2年寿命的雨刷，哇，这样的话我可以存钱改车喽。兄弟们，现在还在等什么？赶快点击我的 description 下面的链接去购买，还有18%的优惠哦。今天会教你们怎样换一下 wiper 啦，因为很多车的方式也不一样。像我们这种普通车的话是很简单的，然后呢，有些车是一个 clip 的，这个车就不一样哦。这边有一个东西哦，按一下呢，往下摆，它就出来了咯。你要拿一个布塞一塞放在这边，这个勾勾往下面拉，然后这里有一个 safety lock， 贴上去就可以了。安装完毕之后呢，你等一下把引擎打着，然后让那个雨刷走一个大概3分钟到5分钟，在你的镜子上面。所以你镜子上面呢就会有那个 hydrophobic 的 coating 啦，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各位还等什么啊？赶快去点击下面我的链接去购买 Oxtra Wiper 有没有？Joseph 就改了这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晚上看好看哦，因为它不是偏蓝色那种中国便宜的 LED 啦，它至少配合回去我们的这个 daylight 的颜色是一样白色的，所以看起来比较好看。所以等下我们打着引擎的时候，你们才可以看得到啦。这辆车无钥匙进入，还有无钥匙启动的。你要锁门都是按这个按钮，然后有 touch sensor 吗？没有，那就是 CD 才有这个 touch sensor 啊。当你解锁了之后呢，side mirror 会自动打开。好看啊，好看。还有 Vios 的动画。那这是它钥匙哦 ，Joseph 是加了碳纤维的套哦，放在这里。内饰都是原装的，除了K-Tune 的那个挡挂有没有？这辆车有360度 camera， 很好。那你还可以换你的角度，你的车的颜色有没有？因为 Joseph 是银色啦，所以他就把它的车身颜色换成了银色。然后有一个低档，有手动模式啊，有7速的模拟啊，所以就是 GR Sport 呢就有10 speed 的模拟啦。这个就是7速而已，它少了一个 pedal shift， 那还可以这样子用手推就可以了吧？还有一个传统手刹。每一个 Vios 据说都有一条白色的线，你们注意看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把它的数据线呢都要在这里插，如果在下面的话应该会好一点吧。我觉得这辆车什么都好，就是比较可惜，就是比 CD 输了一样东西，没有那个调方向盘前后，只有上下。我也不多说啊，这种操作的话很简单哦，它油表很大，有没有哈？周受的平均油耗为10 liter per 100 km 哦，这个是很正常，就是10 km per liter 就对了啦。有没有讲特别省油？应该周受都是蛮中脚的人的哈。有自动头灯，我们先开一个头灯、雾灯，还有尾的雾灯。这尾雾灯的话，不要经常开啊，或者人家会鸟你的啊，好不行呢 ？Oops， 没有灯哈，换成了 LED 白灯。中央扶手。这个很多人骂过的哈，哦，原厂就给 Vios 送的哈，没有送就是没有啦。这里就是开油盖，还有 put， 这里是开引擎盖，还有一个小小的储物空间放卡，头灯高低调整哦 ，parking sensor。循迹系统关闭，但是我相信是关一半而已啦哈。Blind Spot Monitoring，AEB 可以开关的哈 ，Sport 也还有 Eco Mode。这辆车有驾驶模式啦，只是说很麻烦啦，你的手要往下里伸。如果是在这里或者是在比较容易按的地方会更好啦，有时候可能会手忙脚乱这样子哈。没有皮革包覆的座椅，但是坐得很舒服，支撑性不错哦，手动调节。这辆车的握让我应该不用做太多了，因为我之前有加过这个 GR Sport， 你们可以去看看我之前的影片。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我身高173，这里大概一个拳头，膝部空间，头顶上大概3根手指吧。它有 TNGA 的精髓，虽然不是说完全 TNGA， 但是它就把车身的重心降低，头部空间会比较差了一点。方方面面是蛮软的，蛮舒服的，只是说大腿支撑性不太足够。你看比较短，中央扶手，这个中央扶手值得一赞哈，比思域那个好太多。至少人家不是趴得下去的，它至少会停留在这里。你的左手跟你的右手呢算对称。换了 LED 的 signal 灯哦，很亮很亮，这样子人家下午的时候才看到你的车。一般般的尾灯呢，没有什么太大惊喜。尾箱空间也不说了哈，尾箱空间就是这样子。这里也是一样的，不多说。这辆车也安装了 Stage 1的 Ultra Racing Bra， 有前面跟后面啦，所以我们打开引擎盖就看得到的。那你看到吗？这个 Sequential 这个灯呢，我现在就把它给关掉 ，Signal 灯，你看吧，白色跟白色很帅气，有没有？这个头灯我是个人非常喜欢的，我觉得整个 Vios 最神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就好像一个女人今天化了妆，那眼睛有没有画是真的很不一样的。车也是一样，这个头灯帅，整个车也跟着帅 ，LED 的头灯，最里面那个是远光灯，这些都是近光灯哈。帅啊！这个标志是个平的，代表还有 AEB 自动刹车系统，但是没有跟车系统啊，很骚哦。Ultra Racing 的 Front Strut Bar， 还有一个后面代号为 2NRFE 的1.5公升自然吸气的4缸引擎，你看到吗 ？Dual VVTi 拥有这107匹马力，还有140牛顿米，配搭着 CVT 无段变速箱，可以模拟7速啊。它其实跟 GR Sport 的引擎动力数据是一模一样的，变速箱的调教有点不一样，那个就可以模拟10速，这个模拟7速。很多人就很好奇，开起来是不是有点不一样？所以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哈。那这里就换了一个 Works 的 High Flow Air Filter 在里面，虽然它没有加太大的马力，至少它会踩下去那刹那你就知道那个感觉，反应快了哈。不多说了，我们上车去试驾 ，Let's go。只开下一天啊，因为开没什么意思。这车门比较紧，因为这一代的那个 MVS 做的比较好。是咯，1年车啊，是吧？车门都还是这么难关。你看你2.7都这么冷，都大新款的这个，因为如果这样小辆车放一个都大地色 compressor， 哇，够力哦，好料啊。好，OK。
你看啊，Toyota CVT 其实是有一个特性的，就是在你踩油那刹那呢，它就会把那个转速拉高一点点，然后就让你提速了之后它就下来。你看看，它会上下的。你们注意看，刚刚我提速的时候，你们可以回播一下。那么这个特点就是好像在新款的Myvi 啊，或者是 Ativa 或者 Elza 啊的那副 CVT 差不多。这个是Toyota戴哈苏的一种调教。你看我一上来我都发现到它的这个隔音系统完全是跟 CD 两回事哦，真的。第一个就是胎噪，你不会听到太大的那种胎噪的声音。第二点就是它的引擎室传出来的声音会少了一点的，你们注意听一下。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同等级竞争对手里面呢，讲真的啦 ，CD 里面是真的很漂亮。但是如果你比起那个隔音的话呢 ，CD 我觉得是最没有这么好的车哈。如果你驾了天啊不啦，那个阿米拉跟 Vios 啊，我觉得这两者的这个隔音系统非常的好。尤其是如果你驾了阿米拉之后，你会惊艳到你哦，哇，怎么以前的阿米拉跟现在新的阿米拉完全就是两回事。比较可惜一点啊，这个 Vios 真的啦，什么我都觉得很好，动力我不讲啦哈，但是就是它的方向盘不能调而已，就是变成了我的手不需要，有没有？觉得没有这么安全感，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缺点之一啦。我们来开一下 Eco Mode 试一下哈，这辆车战车哈，经常看你拿来跑山路哈，偶尔上一下一定。偶尔，偶尔是经常吧。我现在换在手动模式啦，这个是我每一次试Toyota的时候很喜欢讲的一点。OK， 我现在是2号嘛，3、4、5。OK， 你看它会锁得很紧，而且它的降档跟升档的反应非常的快。你看我现在锁在5号牙了哈，我踩完再放，踩完再放。你们注意一下的 RPM 不会上不会下的哦。我驾了这么多 CVT 里面呢，我发现到它的是我驾过绑得最紧的之一了。如果 Honda 的话没有啊，没有这么紧啊。看啊 ，OK， 我6、7 ，OK， 你看7啊，我踩完。完全没有加速，完全就是好像一个 AT 啊，虽然是 CVT， 但是它没有那种Free Play。如果你们驾过其他的车 CVT 的你们可以不妨试一下我说的东西，你们就知道我的感受了。这里有一个 Eco 灯，这里有一个 Eco Mode， 在这里就是代表你的油门到底踩得深不深。比如说像我油门踩稍微深一点，你看就没有了。就好像 Myvi 这样子啦，第3代的 4AT， 或者是以前的 Toyota Vios 4AT 也是这样。但是到了这一代的话，就多了一个 Eco Mode， 所以你看我这里就开了一个 Eco Mode 啦，它的油门就反应就比较迟钝了一点，加上它就不太愿意去降档，它就一直维持在可能1500到2000 RPM 就很足够了。我发现到 Toyota 的 CVT 真的是比较安静的我这3000多转了的，好像没有什么声音的。它马力公里是95的话是68块左右。然后你可以行驶大概多少公里呢？around 500之间。那因为现在是 Sport String 的关系我感觉这辆车的比较 firm 了一点，但是我还是觉得偏软。Adjustable 的话会更加爽驾如果你驾过原装的 Vios 的话呢，过减速带你会很明显发现到它的头段这边好像 X50 啊、X70这样，它会滤震的非常的舒服。但是就是造成了一个比较缺点的地方，就是你会发现那个车都是前后这样子翘在跑高速的时候，尤其不平的马路，你会发现到这样子，前麦花臣后多顺并，同等级竞争对手里面，大多数都是这样子的。现在的车B7很少是用Multi-Link除非是以前驾过 Vios 或 Yaris 的话，这一代虽然它没有真正去说它有TNGA，但是你会发现到它过弯的时候呢，它的 body roll 比较少的你会发现整个车身都是很稳固的，去除了推头之外，这个是很神奇我不知道它怎么做得到，只是推头而已，就是这么简单。我把 Eco Mode 关掉，瞬间那个油门比较冲了一点点哇，那个刹车比以前的 Vios 好很多，有没有？它不会再像那种踩得很深才来这个颠一点点，虽然它不像 Honda 那一种，但是它垫了一点点之后，再踩一点点那个感觉就来了。延长梁这一代有调整会让它点头点着。要不然以前的就是要踩得很深要不然就点头什么即使它后面少了一个刹车卡钳，但是你问我有没有太大分别？其实这样子踩下去没有什么太大分别的，你不会感觉到那个力是往前推到很严重，不会，你不会发现到阻力在前面这样子。其实 drum brake 也是有用的，只是说 disc brake 会稍微好一点点。这样你普通驾起来的话，你就是没有太大的分别。Mini 嗨，
酷女人家的哦，够 Q 哦。哎呀，这辆车让我不知不觉上到120了嘞。120 km/h 2000转100这样子过这个弯，我铺了马路就是爽啊！这条路多少年没有铺过马路了啊！这条，太舒服了，没有那种噪音太大，因为马路很粗了啊，他们已经现在铺了就是好。这个方向盘呢算蛮精准的，响上幅度也不需要太大，但是如果你比起 CD 的话，我觉得 CD 会更加准一点。这个还有一点少少的 free play， 一点点不太多。方向盘的调教会比较重了一点 ，CD 比较偏轻哦。哇，真的很舒服，有没有？还是舒服，但是就是我驾不习惯哦，我比较喜欢硬朗一点点的，它舒服的来。就它一直在，你会感觉到不平的路就会在跳一点点，要浮一下这样子。就10喇叭，高配6力是吧？对，前面多2个对。是哦。啊，有差嘞，6力喇叭跟4力喇叭有一点差别。对，低中音嘛，不错一下的。不过这辆车有点可惜，它没有那个一键闪3下哦，没有得调哦，这个东西。看这个稍微不平的路，嘿，再来，喂，哇，力来得很顺。其实你感觉到4000转以上的话，它的力很饱满的。只是说它的缺点是在于它的0到40那一刻上呢，它的 ratio， 所以它 pick up 可能会会熟悉低一点，就是0到40那边。中间加速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试一下 Sport 键，哎，按错了，你看，它就是放在下面的坏处哦。你真的很熟这辆车耶！哇，如果整天开那个 Sport mode，总不是吃油到，它那个转速一直拉高哎。其实还是很省油，怎么样都是1-2秒。台湾，换点的感觉哦。What？ 哦，原来在低啊，它也是有那种换挡的感觉的哦。有，要 Sport mode 的时候。是哦，它好过原装了的，因为你放 Sport Spring 嘛，车身降低硬了一点。我比较喜欢这个感觉。其实原装的 Vios 我驾到比较满意的是那个 GR Sport， 因为 GR Sport 真的很值得，多7000块哦。你拿到它的 GR Sport 的 absorber 啦 ，GR Sport 的 Spring 啦，它的调教啦。其实如果你讲你买一个 G Spec， 我说以后我要改 GR Sport。哇，你算一下那个价钱也不值得啊！单那个椅子都不知多少钱哦，4、5千块哦。然后这个仪表呢，你GR Sport是红色的嘛，你 Half Guard 都很难找哦。现在就算有的话都是很贵，多一个7000块而已。其实如果你有考虑买 G Spec， 不如直接上 GR Sport 啊。感觉到这个地方要用Manual了，不可以了。我很想要再试驾过 Yaris 车，真的。我之前有租过一个车 Yaris， 我上山的话真的是。过弯了，敢去吧，真的很稳呢。我觉得 Yaris 其实 Vios 也是不错啦，就是 Vios 也很明显感觉到那个屁股重，有一个负担在后面呢。我过弯的时候 body roll 是有的 ，Yaris 几乎没有了，有没有？我过弯，哇，舒服有没有？120过了，刚刚差不多。那胎压很容易焦了啊。哦，等一下我就要把那个椅子调前面一点了。我觉得那个手离我太远了，那没有，我一直说它方向盘离我太远了。我们终于到山脚了，很快。
真的我很喜欢今天这个时间，虽然不早，我现在都整8点半没有车耶，因为可能 CVT warning 上比较少。Part 2就会把这辆 Vios E-Spec 给开上山。哇，为什么全部是 Vios 啊？还有一辆 Yaris， 今天就是德大的跑山的日子啊！非常感谢Joseph，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Vios 有一辆 Yaris。我们上云顶了。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拜拜。